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李来自北京，24岁，他现在的工作是个体。女主人公思琪来自北京，22岁，是一位国企的前台。来，有请两位。练过？练过。摔跤？啊。运动队做到省队是吧？他们说。对。后来为什么不摔了？因为受伤了。谈了几年恋爱？3年。那怎么认识他的呢？朋友聚会，然后是通过那个朋友介绍，然后一起认识的。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开始联系。那是30万的卡是吧？对，我没有动过，也没有看过。我今天就想来把这卡还给他。还给你，我不要这30万，我也不想分手。你把这卡拿回去，我扔出去东西就是扔出去的水。可是我也不想要。不想要，你怎么处理跟我没关系。来，更别较劲了，来，你干嘛摔人30万？什么意思呀？因为那会儿他妈跟我说一些话，让我挺伤自尊的。啊，他妈跟你说什么呀？那会儿我去他们家，他妈让他出去遛狗，他妈跟我这儿说，问我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那会儿我还在做安保嘛，然后后来跟我这儿说1月工资多少？我说4000块钱左右。他说你这1个月的工资还顶不上我们家闺女零花呢，你怎么配得上她呀？我妈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因为那天我遛完狗回来的时候，看他就从我们家小区走出去了，然后我就喊他，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看见那个桌子上都是洒了水，然后地上都是玻璃碴子，我就问我妈，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说小孩太不懂礼貌了，就当时跟他好好谈谈我们俩的事儿，然后他摔了杯子转身就走了，然后结果我给他打电话关机，发短信也不回，一直都没理我。太气人了。可是那是我妈呀，她也是长辈，是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妈说话真是。那是哪年的事儿？前年吧。这钱是怎么挣回来的呀？跟我家里人出去外地做一些房地产生意。啊，做房地产生意。那从他们家摔门而去之后，他说打电话你也不接。因为我觉得他妈说的可能也对。那我就做到之前，我跟你联系什么呀？就是半年多没谈了，等于。对，差不多。那算什么状态呢？分手状态还是？也不算是分手吧，要分也还没有分，但是这次我也跟他提出来了。现在父母什么意见啊？我妈现在也不反对了，然后但是她现在心里还是就有这坎。你妈为什么又不反对了呢？因为现在感情在这儿了。我去见你妈之前呢，咱俩感情是不是也在？那时候你在安保，我妈觉得工作不稳定。那如果我工作一直没换呢？那是我妈的问题，我会努力说服我妈。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时间，那时候见父母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妈现在不太同意，可是你非要去见。我还是那句话，我说过了，说我媳妇早晚给见公婆的，对不对？那你也不能摔杯子。那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你什么人？脾气有点暴，也算直性的吧。现在是不是等于衣锦还乡了？算是。差不多。就跑人家嘚瑟去了。这卡是当着你父母面给的，还是就给你的？当我父母面。就是我。你做的可够绝的了，那比摔杯子绝多。说说那天的情景吧。他给我开的门，我进的屋，然后我直接坐在沙发上。我说阿姨我又来了，把他支出去之后，他说你来什么意思？我说阿姨啊，当初你看不起我没事，今天我把您拍这儿了，自己后悔去吧。实话实说，小伙子，你这做的真不对呀！这不是不对，这谁给你支的招啊？自己。我要是这口气。什么气啊？当初你看不起我，现在我让你看得起。是真想跟他分手，还是跟他母亲置气了？跟他感觉还有，但是他母亲这口气我真是咽不下。你爱他吗？爱，确实爱。就因为他母亲那么说了，你就不再爱他了？应该也懂，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咱这儿说，一个大老爷们儿，您可能让一个那个人看不起吗？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有人都能看得起你的，随他们说去吧，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年轻的时候，你说我没有财富，我奔财富吗？那可能是咱俩有点不一样。我这就是，你是就憋不下那口气是吧？那你憋不下那口气，就应该跟人家姑娘了断啊，把钱收回去吧。家里也不是卖姑娘，你这算哪一出呢？你这样做羞辱到别人，还羞辱到自己了。你就觉得说人家觉得你有钱了，人家稀罕你了是吧？
姑娘，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花他很多钱吗？没有，那时候他也是安保，然后我也上学，零花钱也不是很多。特穷的时候是我们俩都没有钱，只有3块钱，买了个煎饼，还是一起吃了一个。我从来没有看着他钱。这些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心里了。对啊，又不是他这么对你，你这么伤害他。但是你要想，就算将来我们俩结了婚，我是不是要见他妈妈？可是那是咱俩过日子，又不是跟我妈过。我每次都会见你妈，见了你妈之后，我这个气我如果来了气怎么办？实话实说嘛。哎，一个人的脾气不因为有钱变大，也不因为没钱就变小。你如果是1、2年前，你现在的资料上面是24岁，一个22岁的小伙子，一个月挣4000，家长说那样的话，实际是对未来的工作的一个担忧。你跟他解释就好了，我今年只有22啊，我以后能挣得更多呀。我说你觉得你配得上我们家闺女吗？但您让我怎么受这气？刘老师闺女儿吧，你不信你问他，找一个王子来到他家求婚，他看着还不顺眼呢。养女儿不都这样吗？因为女儿是最金贵的，他不是说你不行，而是说我女儿很好，你行吗，小伙子？是这个意思。老扯他妈的事儿干嘛？你就说你爱他嘛。现在已经不爱了。不爱了，不爱就分手呗，把钱还给人家呗。人家姑娘，你不要这钱吧？不要，可是我不想分。我今天来这节目就是想把这钱还给他。啊，你为什么不想分啊？因为感情在那儿呢。我们刚好的时候逛西单，然后看了一对戒指，90块钱，我特别喜欢，他买给我了。然后因为那个质量，戒指质量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戴了很久以后它会长锈，然后现在我一直都放在那个盒子里，就是一直保存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扔了。为什么扔呀？我觉得没必要留着了。可是那是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送给我的，送的我第一份礼物。我觉得有时候吧，做人做事藕断丝连，加上念旧不算太好。有些东西该扔就给扔。那我当初对你那么好，你现在有钱了就不要我了？你不会是因为他现在有钱了，所以你离不开他吧？不是，这也是我怀疑的事。小心眼男人都这么想嘛，我有钱了嘛，臭嘚瑟。他没钱的那时候，我都跟他同甘共苦，而且那时候我为了他改了也挺多的。就是以前我去买东西，我比较喜欢买鞋，然后去商场买鞋也都挺贵的。然后跟他在一起以后，我从来不会买这些，我都是去西单买一些特别便宜的衣服，特别便宜的鞋。改了很多啊，改了很多。这么好一姑娘，你说不要就不要啊？因为现在我的父母也比较说是反对我跟他开始。为什么？因为觉得那会儿我去他们家，他母亲对我冷嘲热讽，我妈也觉得挺怄气的。听听他母亲对你们俩事情的看法。我听我家孩子说，好像就是他们家里边对他也有一定的成见，那可能是根据就是两边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吧。觉得我们家孩子条件不如他们家条件好，好像是地位悬殊比较大。刚开始时候我也是不怎么看好，我就认为本身就不可能的事，因为本身人家生活的条件那么好，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像即使将来好了的话，估计也是受气。现在不是分了吗？分了不是挺好的吗？他母亲的这段采访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你家庭条件不错是吧？所以你自卑了？也算是。没嫌弃过他吧？没有，而且当他当安保的时候，我一直都鼓励他。先泼个冷水啊，就这事儿比较难，难题就交给这些老师吧，看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好吗？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刘老师，您是一个闺女嘛？就是从一个养闺女的人做父亲的角度，要是您的闺女碰到这么一姑爷，这么愣的一小子，就这个局面，您是让他们往前走，还是劝闺女就算了？其实我都比较尊重我们姑娘她的感觉，只要是这个幸福快乐的好，我是比较尊重的。现在不是不幸福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真的那个很可爱的，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下还是务实一点。你不是在于跟家长置气，姑娘刚才说的这好，你不是跟家里过日子。其实他这小伙子对这女孩啊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还是为了置那气。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俩达成共识的是，比如我女儿喜欢，那我们就给她自由。我们不喜欢呢，我们可以过我们俩的日子呀，我们俩喜欢我们俩过，你喜欢你们去过，
我们能帮你就帮，不能帮的就帮不了。这男孩子实际他应该感谢他这个母亲，他给你一个这个动力。人都是一样，你不遇逆境，你可能还爬不起来。你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需要各个方面的沟沟坎坎刺激你。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什么事儿啊，坏事变好事儿。你这么年轻，这么钻牛角尖，以后你还会遇见别的事儿呢。万一客户说什么呢？你又跟人家置气，你老在置气，置气应该是积极向上的，不能消极的那种置气。再有，你喜欢这女孩，而且你们这么长时间接触，而且你还得应该真的感觉女孩还是不错，你应该这一辈子给她妈妈，正式给她妈妈，我想娶你女儿，我要给她好日子过，要坚持下去。你没有这30万，可能你的诚意，她的母亲也会把它交给你。我还是说刚才为什么不置气呢？做大人的说孩子2句还不应该呀，而且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你知道，哎，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如果他妈妈现在跟你说这话，你扪心自问，你还能跟他继续交往下去吗？实话实说，不行，那就是不爱了。不是，因为现在我们家里我的母亲也是挺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儿了。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缺失了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评价，就是你连自信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呢？你不要找借口啊！我想明确一点哈，我不知道对方的父母为什么开始反对你们来往，仅仅是因为你的收入吗？仅仅是。那我不得不佩服女方的父母，他们的眼光很毒，也许他们是以你的收入作为一个由头，可能他们的深层意思是觉得你的性格和这个女孩不太符合，或者说由于你的性格是不会带给他们女儿幸福的。其实刚才你们的对话我看出来，不光小心眼儿，你还死心眼儿。你把这个跟你同甘共苦过的女友和她父母说过的令你伤心的话作为一个死命题，非此即彼。你可能只记住一句话，大丈夫宁死不屈，但是你知道不知道还有一个大丈夫能屈能伸吗？你是摔跤的，你想战胜对手都用什么技巧？你能告诉我们？速度、力量、狠。速度、力量、狠。可能你在对爱情上你要相反。第一，耐心；力量你要软，狠你要柔，这才是爱情的关键点。第一，你要理解女孩的父母是出自于对女孩的负责和爱，以至于想确定你的物质是否能带来对女儿的一个保障，你精神上是否是和她会契合，性格上是否是相投的。第二，你要改变自己，改变对方父母对你的看法。改变自己什么？你就这种性格太死刑了，失去了他你就真正能舒服吗？你要去改变父母对你的偏见，用时间去打磨，最后还是回到最终的技巧上面。不要传递一些负面的分裂的信息，又给你的母亲，然后又给他传递他对他父母的那种不平，要去经营你们的爱情。一个1.87米的大小伙子口口声声说我要听妈妈的话，然后这一家一个妈，将来要是真在一起了，这俩妈凑一块儿，我觉得你们日子还挺热闹的，可能麻烦还挺多的。所以刚才这个小伙子口口声声在说他妈妈的问题是因为说瞧不上我，但是我妈又觉得呢，就说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还不适合我们家。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80后，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前我们都在讲说这80后特别逆反，然后根本就不听父母的话。但这2年我就突然发现说，在80后身上，往往在婚姻问题上，他特别依赖父母。父母说什么，他其实内心当中采纳的这个成分会尤其的多。说到底就是幼稚呗，还不成熟呗。一个22岁，一个24岁，2个大孩子。然后过分的把父母的很多的意见当成是自己的主心骨，然后你们自己内心在想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不重要，关键是我不能够掌控我的内心，我还不能够驾驭我自己，所以
爸爸妈妈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妈妈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小看法就会被你们当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其实是2个孩子在谈恋爱，还是一场不成熟的爱情。所以我有一点想跟这个小伙子在讲哈，其实有很多的人在问我说，哎呀，周围老多人都瞧不起我，然后老觉得说我可差劲了。我说，当你觉得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没瞧得起自己。如果你瞧得起自己的话，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你的，他爱怎么看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只要你觉得说我长得个儿是1.87米，我内心还是1.87米，我怎么着都是一个男子汉，你根本不会在乎他妈妈一句话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小伙子，我从你身上发现2个弱点。第一个，你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你还需要继续长大。另外一点，你的内心特别的虚弱，你经不起别人对你的一点点的负面的这种看法。很多时候可能说别人对你来讲是需要夸你的，是需要赞赏你，需要鼓励你，可能就是像你的那种摔跤一样，然后你只有在战胜对方的那一刻，你才有成就感。可能当你倒地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力量不够了，虚弱了。但是千万不要把生活都当成摔跤，一定要把对方摔倒。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摔倒了是为了再爬起来。所以24岁的小伙子，我希望你能够更强大一点，不光是外表上，还有内心里。2个字，匹夫。为什么说是匹夫呢？膀大腰圆的身材，浅薄狭窄的心胸。刚才说什么？摔跤最重要的是快、准、狠。错，最重要的不是那身材，也不是那快、准、狠，是要有冷静的大脑和宽阔的心胸。表面上30万，一个耳光打在了丈母娘脸上，其实这个耳光是打在了自己女人的脸上。这么多年来的付出，荣辱与共，同甘共苦，就值30万吗？这30万还不光打在了他的脸上，更打在了你自己的脸上。丈母娘正在窃喜呢。我说这种人不能嫁，没钱就装怂，有钱就嘚瑟，这还了得？有一句话要送给你：心躁气粗者一事无成，心平气和才能摆服自己。当自己喜欢的女人抱在自己怀里的时候，我管她周围是什么样的眼光啊？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男人。为了一个真心实意爱自己的女人，受再多屈辱都值得，因为幸福已经在我手中。我们要感谢所有势利的丈母娘，是他们让千千万万的女婿茁壮的成长。你还不感谢别人？就这样。谈谈钱的事儿，真心给人家了吧？要不要？不要。不要还给他。爱情就是爱情，谈什么钱呢？还是那句话，说不动。我不想跟你分手，真的。咱们俩3年，咱俩一起吃过苦，我都不在乎。即使以后咱们俩还过以前的日子，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那请你记住了。这个我说一句话，姑娘，你应该学学你妈妈。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就是激将法。只要一激他，他愤怒一涌上头脑，你比如说你再找一个，他马上掉头回来追你。回去吧，不要就不要吧。你要不要的话，就以他的名字捐了吧。不要捐，就拿着30万跟另外一个男人过幸福的日子，气死他！可以给喜欢的男人买部车。这更狠！小两口兜兜风啊，就从他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人这么大，心眼这么小。但是我们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回想一下，我们24、25岁的时候，就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年轻气盛了，也是别人说，哎，你不行，怎么？其实现在想想看，有必要吗？但人不都这么过来了？自己看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姑娘，
我希望你能珍惜我们3年的感情，一起走了这么多路，不要因为我妈或者就是咱们父母的矛盾或误会就把咱俩分开。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我真的放不下。其实怎么着说呢，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能说是祝福你了，也就没什么了。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几个大妈，你啥呀你？你啥呀你？就是这么好的这个姑娘，自己愿意放过。我觉得就这样吧，这段感情就到这儿吧，别再纠葛了。钱他不要，你就暂时先替他存着，放那儿吧，不用嘛。什么时候等他有困难的时候，你再把这个钱给他。反正这个钱我是打算回家，然后无论用什么办法把这个给他，我不想要这钱，我用快递我可以寄到他们家。反正我不会要这钱。这个真爱过吧？好了，过去了，这段爱走了，回吧。